且慢！你现在知难而退，还来得及。岳父大人，小婿言出必行，岂能半途而废？你以金榜高中，名列三甲，何必为一个非亲非故的死人冒死风险？岳父大人是怕我厌无其果，自毁前程。此案经10几位官员审验，判断都是暴病而亡，你却怀疑有谋杀之嫌。你若打开此棺，成则一鸣惊人，败则前功尽弃。若无10成胜算，万万不可贸然开棺。不！刑狱之道，罪忌患得患失。人命关天，莫道10成胜算，但有3分疑问，就不敢轻言放弃。人命关天呐！父亲，您身为推官37年，断案无数，孩儿收录于部，早晚研读，终于悟出5字真言：人命大如天。好，吾儿悟出这番道理，就可放胆开棺。开！验尸须在专一，不可避臭恶。人身本赤黑色，死后变青紫色，漆痕未见。有可疑之处，先将水洒湿，后将葱白拍碎另开，涂痕处，以醋校纸盖上，后以石除去，以水洗，漆痕即见。原尸遍体未见伤痕，验无他杀之嫌。不对，这是谋杀。何以见得？刚才宋某验遍尸体全身，尸体头上7孔无血，身上4肢完好，项背无痕，腹后无疮，这说明与原判并无二致。但是诸位大人请看，死者发间爬出这样一只蛆虫，各位，这不是一般的蛆虫，由此蛆虫聚集，说明是苍蝇聚丁所致。苍蝇嗜血，苍蝇聚于死者发间，这说明死者发丛间定有血腥。死者若是被钝器击中头部而亡，必有大量流血。元神仵作何以为见呢？因为死者并非为钝器所伤，而是火烧铁钉。用火烧铁钉钉入脑颅，虽有腥味但不流血。宋某断言，死者是被人用火烧铁钉钉入顶门穴致死。这是梦游了，别说话，别动，梦游的人不能动，千万别动啊！随他，一动就出事儿。不能动，不能动，别动。
躲开，躲开！哪儿呢？那怎么会在你床底下？昨天晚上你非要跟我换床睡。躲开，快，躲开！哎呀，想不到宋某百思不得其解的秘密，居然在梦中找到了答案呢！啊，你看，你呀，子承父业，去当一个刑狱推官多好啊！谁要当什么刑狱推官呢？宋某想当的是堂堂的大宋提刑官。哎呀，你口气太大了，非我莫属。中不中还不一定呢，在这儿说大话。嗨，就当他说梦话行。哎，你们没得到信儿吗？天亮发榜有我呀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就在那儿。刚才梦里一人。睡觉。来，你我兄弟同登金榜，以此庆贺。哎，奇怪了，你怎么梦什么好事儿就来什么好事儿？这就叫心想事成。来，给你。光吃烤肉可不行啊，咱们得找个小酒店喝2盅。行了，凑合着吃吧。我有要事要跟你商量。行，那我看看那边，那边好像有个隐蔽的所在。快！你怎么了？你躲什么呀？哎，你躲什么呀？哎，那不是你的岳父大人薛大人吗？我跟他女儿还没完婚呢。哎，你这岳父大人可是如日中天呐！哎，还有你那个没过门的娘子和那个慧觉公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靠着他们揪着龙尾巴上天？不是，凭你的才学，自己就能上天。抢劫了！杀人了！上天干嘛去？哎，站住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哎呀！你小子不知道大爷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今天让你逃脱了，好像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走，去看看。哎呦，那是要抢我的钱呐！哎呦，求各位给我做主吧！你小子敢偷本大爷的钱，一定是活腻了。哎，怎么回事？住手！抢我钱！光天化日，皇城之内，你拿刀行凶，还有谁拿刀？这不是拿着刀吗？这小子偷我的钱了！啊！你看看，就借他8个点，他也不敢偷你东西啊！就是嘛，对吧？这小子的花言巧语，蒙你这样的书呆子还行。不信买药，不信你们看。想蒙你大爷，还嫩了点儿。我看你呀，是恃强凌弱，对吧？恃强凌弱呀！哎，你想打抱不平？对，这抱不平我打定了。哼，你别怕啊！我问你，他去买药跑到我肉铺里干什么来了？也是啊，你跑到肉铺里干什么来呀？你说，哎，你说，你到他肉铺干什么去了？就是这么多人，说吧，说呀，别怕。老娘平时最爱吃的就是猪腰子，买一对猪腰子，孝敬孝敬可怜的老娘，好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老娘，临终前能有一顿好吃的。真可怜呐！可是这位爷硬说我偷了他的钱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肺痨病人，我能干得出来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吗？他是在蒙你们呢！哎，别，他在演戏呢，他在。不是啊，我要是冤枉了他，天打五雷轰啊！哎，他在哪儿偷的钱？在我肉铺啊，在你肉铺，谁看见了？我亲眼看见的。那有谁作证呢？对啊，对呀。哎，没人做证，怎么了？嘿，
他在你肉铺里偷的钱，你自己看见的，又没有别人作证，谁信啊？对吧？总得有人作证吧？就是你一个人说怎么能信？哎，对，你说呀，这个贼啊，到底是谁呢？这位兄弟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位大哥，你心里也清楚。我当然清楚了。还有一个人心里清楚。谁呀？那就是不才，区区在下。是听他说。先生，请您给主持个公道吧。对，主持吧。好。这位兄弟啊，你刚才说你去南城可是去买药的。正是。我记得城西永金门外有一家大药房啊，你为什么要舍近求远，跑到这城南药铺来了呢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永金门外？不在永金门外？诸位请看，永金门外这2天有300郡湖兵正在郡通西湖，永金门外必是淤泥满地呀。没去过永金门外，何来这满脚的淤泥呀？啊！我是从哪儿来啊？永金门外的药铺缺了一味药，我才到金河坊来，这有什么错呀？哎，好，就算你说的对。各位，在下虽非郎中，但是对这岐黄之术也是略知一二。刚才这位兄弟说了，他得的是肺痨之症。各位都知道，这个肺痨病人呢，是面黄肌瘦，体虚痰多。而这位兄弟呢，来，起来。哎呀，你这个形容虽然消瘦，可是气色还是蛮红润的啊！各位，诸位刚才也看见了，你跟这样一位壮汉比脚力，丝毫不落下风。你要是个肺痨患者的话，第一，你跑不了这么快；第二，他也跑不了这么远呐。对，没错，说你是个惯头不为过。你冤枉人！我冤枉啊！我冤枉！起来吧！你说我冤枉你是吧？那么可否拿出这20串钱，咱们当场验？对，拿出来，验什么？验嘛，当然是验钱的主人是谁了。你怎么验？是你的，你还怕验吗？孟贤弟，哎，身上可带有碎银，跟这位小哥，咱们买一桶清水来。嗨，何必用钱呢？小的分文不取，用就是了。来，让一下。请用吧。可否把你这1串铜钱扔到水中，贼的名字就会自然浮出水面。不信，不妨一试。哎呀，这主人要真是你的，还怕什么呀？过来，来。知道了吧？在哪儿呢？诸位，慢慢看。没有啊，哪有？什么都没有啊！哪有名字？别急。水里确实没有浮出名字，但是大家可以看看，这水上可是浮出了一层油花啊！这钱如果不是从肉铺偷的，那何来这一层油纸啊？大家看，先生是高人呐！抓住他！往前，真棒啊！神了！这么一招来！啊！先生！高招，绝对高招！你是怎么想出这招来的？雕虫小技，不过也确实是家父真传呢。哎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商量吗？哎，对，找一个小酒店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哎，快！先生，等等我！哎，刚才还在这儿，这会儿去哪儿呢？你是捕头王大哥吧？你是谁啊？你还记得一位叫竹梅亭的官人吗？记得，我是给他当过捕快。哎，前几年他不是调到梅城县当县令去了吗？怎么了？我是他的女儿竹英姑。那竹大人他
他们说我父亲死于意外，我不相信，我要为我父亲伸冤报仇。可我如今孤身一人，举目无亲。大哥，很小的时候我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你的威名，我想请你帮我，你愿意吗？哎，我早已经离开宫门了。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只是个杀猪的屠夫。这我知道，可要是连你也不愿意帮我，我想替父亲报仇就毫无指望了。嗨，即便是我在宫门的时候，也不过是个追凶擒贼的捕头。这断案事宜，只怕我也无能为力啊。所以我想请你陪我去一趟加州。去那儿干什么？你听说过加州推官宋大人的名讳吗？啊，出入过宫门的人，谁能不知道宋推官的大名啊？当年我就一心想投奔于他，可无人引荐，没能如愿。哎，你是想让我陪你去找宋推官申冤？对呀。嗨，可这加州的推官管不到梅城县案呐。我只想请一个查案高手查明家父被谋杀的事实，然后我自己上京殿去告御状。听人说宋推官一生查案无数，从无差错，即便是多年的陈案，他都能用验尸验骨的办法查出死因，找出凶手来。而且朝野上下谁都知道宋推官为人正直，善恶分明，要查清父亲死因，只有请他老人家出马了。好。来人！来人！老爷，你怎么了？你快把那块匾给我摘下来！啊，老爷，摘不得，摘不得呀！这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敬献老爷的功德匾呢。让你摘你就摘！啊，老爷，您今天怎么了？一个奴才家怎么这么多话？你给我摘！老爷，老家人是奴才，要不是老爷从雪地里捡回老奴一条命，老奴早喂了野狗了。你怎么说这些话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不起来。你起来！不，老爷今天不收回摘匾的成命，老奴绝不起来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摘匾！啊，摘不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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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爷，我不想再听你说一个字，摘！不，老爷，我要说，老爷，这是十里八乡的乡亲们对你30多年破奇案洗冤狱、呕心沥血的见证，这是一块货真价实的功德匾呐！就是因为这块匾分量太重，我宋公不配。摘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老爷他怎么了？小二，哎呦，是您呐，大哥，喝酒里边请。今儿不喝酒，这位亲戚要住店，住个3、5日，你给我好生照顾着啊。那当然，那当然，开酒店谁不知道京城屠夫就您厚道，从不短秤。您的亲戚，小子敢怠慢吗？喝呀，嘿，喝。贤弟，愚兄没有听错吧？你是要向朝廷主动请官？是啊，我是这么说的。来喝。
10年寒窗一朝重事，为了什么呀？不就是求个仕途，报效社稷吗？现如今的官场上啊，是僧多粥少，我呢又朝中无人，干等着派官，只怕一辈子也没个结果，所以小弟才想到出此奇招，主动求官，尽早求个一官半职，也免得蹉跎岁月，意气消磨啊！哎，来喝。贤弟，可你也太性急了呀！今天放榜，明天你就舔着脸主动求官，你就不想想别人会怎么说你？怎么说我不在乎。来，干！贤弟，着实的让于兄没有想到啊！啊，干！没想到我如此求官心切，官迷心窍是吧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这么说。我和你不一样，你呢？有令尊大人的名声在朝，还有未来的岳父。不说了，反正啊，你是不愁朝廷不给你派个好差，对吧？我呢，3代白衣，家境贫寒，现在是科中了，可是往后的仕途上啊，那好比是3伏天过火焰山呐，连棵遮阴的树都没有啊，机不可失，机不可失啊！英姑娘，大哥你来了。你先将就着在这儿住几天，等我变卖了家里那点薄产，就可以陪你去加州找宋老推官了。拖累大哥，真不好意思，快请里边坐吧。快别这么说，别说你是竹姑娘，就是陌路人，知道一位清正廉明的好知县被人谋杀了，也不会无动于衷的。我只是担心呐，我们这次去加州，有可能会无功而返呐。为什么会无功而返呢？这宋老推官虽然为人正直，众口皆碑，可加州和梅城毕竟是2个县城，难保能请得动他老人家去梅城查案呐。只要能找到宋老推官，我就算跪死在他家门前，我要请他老人家出马。冤魂在天，我宋公就是死，也无法弥补误判之罪呀！今天非要和你聚一聚呢，是想提前跟你告个别。你我兄弟一场，今日一别，将成永诀啊！去你的！哎，竟说这种丧气话！什么叫今日一别，将成永诀啊？咱们兄弟刚刚开始就说这种话，酒又没喝多，说什么醉话？忘了咱们的盟誓了吗？孟良辰，以土为乡，邀明月为证。从今日起，义结金兰，手足相称，地老天荒，荣辱与共，天长地久，同生共死。哎呦，恢复兄啊，我就是忘了自己姓什么，也不会忘了你我的盟誓啊！来，你坐着，别站着，坐呀。
贤弟啊，对不起啊，兄弟脾气臭，你别见怪。可你说话也太不好听了，让人听不下去。好，坐下。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，兄弟啊！哎，你刚才说抓住机遇，抓什么机遇啊？梅城县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贤弟，梅城县可是个山高皇帝远的险山恶水之地啊。哎，不只是险山恶水呀，那是个龙潭虎穴。这梅城县居然常年空缺知县的职位，前2年派了一个姓竹的知县过去，半年前不明不白就死了，大小是个朝廷命官呐，说死就死，就地一埋，风平浪静，像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寒心吧？官场朝廷，谈眉色变。都说啊，宁愿一辈子不做官，也不到梅城县那个鬼地方当官儿。你想啊，这官场上从1品到7品，哪一顶乌纱帽不是你争我抢？唯独这一顶，搁在吏部的衙门里都快长出毛来了，也无人问津。朝廷发愁啊，找不着人去填这个空啊，正好我去，我这请命书一上啊，肯定100个准。你看着吧，不出3、5日，我肯定就能拿到官凭，走马上任。贤弟，你说的是不错，可你明知道那是龙潭虎穴，你还要去闯，你充什么好汉呢？充好汉？哎，这话不像是从你宋慈嘴里说出来的。你呀，一天到晚净琢磨着凶案、血案、验死验伤的，为什么呀？你口口声声说此生要立志做一个像你父亲那样，洗冤尽报的刑狱官，又为什么呀？不就是为了你胸中有那么一股正气，要为人间伸张正义吗？那个梅城县是龙潭虎穴，可是谁都不敢去呀。为民做官，那儿的黎民百姓可不就永远也见不到朗朗青天了？我孟某是求官心切，可我这心里流淌的不是酒啊，是热血呀！就算是一腔热血洒在梅城的山山水水，我也无怨无悔。贤弟，你先坐。啊，你先坐。贤弟，你刚才这番话，真是让愚兄惭愧。可我还要说一句，梅城县老知县死得不明不白，你这样单枪匹马的去，只凭一身正气，恐怕……我明白，你信不过我。话不是这么说，俗话说打蛇打7寸，你常说嘛。哎，只要我查明植株县被谋杀的真相，就不怕撕不破梅城县那张黑网。贤弟，愚兄的婚事是父母事先定好的，你等我一下，等愚兄完了婚，兄弟陪你走一趟梅城县，干！别，你干什么去？你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婚姻大事不是儿戏呀。再说了，我去梅城县，你操什么心呢？不是兄弟，我是怕你单枪匹马的去，不是让人不放心吗？哦，说了半天啊，你是要陪我去上任，给我当保镖？不是，你不是刚才说要先查清老知县的谋杀案吗？是啊，这个你不如我，对不对？是，可我不能带着奶娘去上任呢。啊，一个堂堂的朝廷命官，让人搀着扶着去，这要是传出去了，我拿什么官威去震慑那些个势利小人、贪官污吏啊？贤弟，可是我……嗨，好了，来喝酒。哎，你的好意啊，我领了。可是陪送赴任一事不谈了啊。
不过啊，小弟是个孤儿，别无亲人。此去，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恐怕要劳仁兄替小弟收尸喽。我，你净说这种丧气话！哎，开个玩笑嘛，你何必认真嘛？哎，店家。 你说，在这30多年的段誉判案中，我出过什么差错没有？依老奴看，老爷办案和旁的官员有所不同。有什么不同啊？别人坐堂用的是刑，而老爷办案用的是验。别人办案呢，用的是权是势，而老爷办案用的是心是血呀。 所以老爷手上办的案子不会出错，也的确没有出过错。老百姓不都在说吗？古有包师志，今有宋推官嘛。可是人总会有错的。那是，这圣人还说呢：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”这人活一世啊，哪有不犯错的？常人有错，改过为善。可掌管刑狱的推官要是犯了错，后果是什么？枉断人命啊！老爷，您今天是怎么了？明儿是慈儿完婚的日子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正赶上邵主任又金榜题名，这是双喜临门呐。这老夫人半月前来书信催老爷早点启程，您看看，这不又来信催老爷早点走吗？老爷要是回去晚了，可真就误了大喜了。可今天是他们3周年的忌日啊！哎，老爷，您说的是谁呀？啊，你讨车，这就走。 回家。哎，老爷，您没事吧？哎。来，吃吧吃吧。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明天是邵主任大喜之日，我可净拿好吃的喂饱了你。一路上不许偷懒啊！你要误了吉日良辰，我可拿鞭子抽你啊！记住了啊！哎，来吃吧吃吧。哈哈。哎呀，我叫老爷早点启程啊，吃吧。哈哈。
哎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张古的，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李古的，抬到后边，抬到后边。来，请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李古的，给我的，别抢了。都好了，都好了。哎呀，小心点儿。快点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可怎么办呢？花家都快到门口了，他这个做父亲的、做公公的，连个人影都不见。哎呀，别急。哎，你们都慢一点啊，小气一点，听见没有？管家，今天来的宾客里有没有一个叫孟良辰的？孟良辰，宾客里没有姓孟的呀，真不辞而别了。哎，邵主任，您看这花轿都快临门了，可是老爷到现在还没回来，老夫人都急得不行了。您朋友来不来就别放在心上了。没事。四儿，不急。哎，里边请。娘，别着急嘛，爹不是推官吗？办的是人命案子，耽误了一时来不了也正常。啊，娘。什么人命案子，也不能把儿子的婚事搁一边吧？再说你刚金榜题名，双喜临门呐。天大的事儿，他也不能不回来呀！娘，不是跟您说了吗？爹办的是人命案子，人命案子总比儿子的婚事重要吧？这花轿马上就要到了呀！夫人啊，您别急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老爷没回来啊，咱们照旧办喜事儿。哎，对，您看这天啊，快下雨了，别让那花轿在外面淋着雨啊！哎呀，老夫人，花轿到了！哎呦，快点！哎，管家，找叫孟良辰的，孟良辰。快走吧。驾！良禽择木而栖，美玉须金石相嵌。一日良辰，愿天地为证，媒妁为凭，父母共贺，亲友同庆，成就一段美满姻缘。一拜天地。来人呐！老夫人，来人呀！老夫人，老家人，老爷他，老夫人，老夫人他，怎么了？老爷他，老爷他，老爷。有多少冤嗟叹，空怅望，人寰无限，从生哀怨，泣血迎虫，笑苍天，孤帆叠影锁白练，残月生，骤起烈烈风，尽吹散。尽吹散。尽吹散。滂沱于无地界，舍己流登彼岸。
夫人逆过云间，笑得无欢，设计安抚臣子心，长驱鬼魅不休战，看斜阳照大地，切莫从头转。谢谢英雄笑苍天，孤帆叠影锁白莲，残月深，骤起烈风。设计安抚臣子心，长驱鬼魅不休